比利时正式名称为比利时王国，它是欧洲大陆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无论是在地理上还是在文化上，比利时都处于欧洲的十字路口。公元前54年，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凯尔特人被罗马共和国将军凯撒征服。比利时的名称就源自于公元前3世纪罗马人对当地的称呼，当时此地被称为比利时高卢。在罗马征服初期，该地区的高卢部落仍会组成联盟反抗罗马的统治，这导致比利时地区陷入长期的战乱。到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新兴的法兰克人占领了这一地区。到公元9世纪初，查理曼离世后，法兰克王国分裂为法兰西、德意志和意大利3部分。中世纪的西欧在天主教会的封建统治下，出现了由法兰西与德意志贵族管理的以商贸为主的城市公社，弗兰德和布拉班特地区就是典型代表。1405年，佛兰德领地女继承人玛格丽特3世与勃艮第公爵菲利普2世结婚，佛兰德于是被并入了勃艮第公国。后来因勃艮第女公爵玛丽嫁给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比利时所在的低地地区由此变成了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当时比利时与荷兰、卢森堡和法国北部部分地区被称为尼德兰。由于欧洲经历了宗教改革，尼德兰北方皈依了新教，尼德兰南北方的宗教差异为地区分裂埋下了伏笔。1780年，奥地利君主约瑟夫2世在国内推行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其中剥夺帝国境内天主教会世俗权利，引发了奥属尼德兰人的强烈不满。普鲁士又在此时攻占了荷兰共和国，一大批荷兰爱国者逃到了奥属尼德兰。借助法国大革命的风潮，奥属尼德兰城市布列班特和列日于1790年爆发了反抗奥地利统治的起义，并将奥地利军队赶了出去。随后，比利时各省代表齐聚布鲁塞尔，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样板，宣布成立比利时合众国。奥地利利用比利时新政权内讧之际，卷土重来，镇压了这次独立运动。随后，比利时列日和布列班等城市加入法国革命阵营。法军在热马普战役中击败奥地利后，法国雅各宾派领导人组织公投决定列日等比利时城市是否与法国合并。奥地利梅特涅伯爵趁比利时与法国交战之际，重新控制了比利时。1797年，法国击败第一次反法同盟后，法国迫使奥地利签署条约，将南尼德兰地区割让给法国。在法国统治期间，比利时经济受到法国的剥削，比利时人只被允许购买法国高昂的商品。这段期间，约有80万比利时人出走。当时法国规定，在公共场合只允许使用法语。这项措施导致当时被强迫征召来的比利时籍士兵的不满，这为比利时荷语区和法语区不和埋下了伏笔。拿破仑成为法国领袖后，同时在多线开展对外战争，他在比利时与荷兰抽调了大量士兵参战。旷日持久的战争与严苛的经济政策给比利时和荷兰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813年，拿破仑在莱比锡战败后，阿姆斯特丹等荷兰城市趁机发动了反对法国统治的起义。1年后，拿破仑迫于反法联盟的威胁，被迫宣布退位。法国对比利时的统治由此结束。第2年，拿破仑试图返回法国，重掌政权。拿破仑做梦也没想到，让自己彻底失败的战争，竟然发生在比利时境内的滑铁卢。1815年，拿破仑败于滑铁卢后，英国与普鲁士等国在维也纳召开了会议。出于畏惧奥属尼德兰留在法国会增加法国的国力，欧洲列强以比利时和荷兰仍有一些相似性为由，让奥属尼德兰和尼德兰共和国共组为荷兰联合王国。在列强的支持下，信奉新教的时任奥伦治亲王威廉被推举为荷兰联合王国的君主。在威廉一世执政期间，他下令让比利时人偿还合并之前荷兰欠下的外债。当时比利时人分为自由主义者和天主教徒两派，之前一直没有达成合作的默契。在这位专断的荷兰国王威廉的推动下，两派组成了反对者联盟。荷兰的议会代表为了避免国家的分裂，他们于1829年在海牙组织会议，试图与比利时代表达成和解。可是，在议会同意实行宗教与语言自由政策后，比利时代表仍在1830年6月退出了会议。事实上，当时有相当一部分比利时人只是想在王国内争取到与荷兰人平等的法律地位。
但是受到法国7月革命成功的鼓舞，很多人在布鲁塞尔的大街上张贴了比利时独立的标语。此后的几天内，大批的爱国者和革命分子借着对祖国神圣的爱等歌剧造成的影响，开始冲击当局大楼。比利时其他的城市也爆发了不同程度的骚乱。这样的局面被威廉一世知晓后，他派儿子奥伦治亲王去南方各省进行招抚，但是因措施不能满足比利时人民的要求，威廉于是派另一个儿子弗里德里希率1.4万军队前去平叛。当时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及普鲁士王国皆希望遏制比利时独立，以维持1815年维也纳会议所制定的欧洲格局。因为比利时人有明显亲法国倾向，法国则表态支持比利时。因为统一的尼德兰工商发展迅速，对英国的商贸构成威胁，英国也对比利时独立表示支持。比利时在取得英法的默许后，成立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原本希望让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儿子登基，但此事最后因英国反对而告终。在英国的推动下，英国王室的亲戚来自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王子利奥波德于1831年接受了比利时王位。荷兰随后以与比利时边界发生冲突为由，在10日之内打败了比利时的军队。法国闻讯后立即派军支援比利时。为了解决比利时问题，英国召集欧洲列强于1831年11月召开了伦敦会议。在伦敦会议上，比利时的独立得到了欧洲列强的确认。然而，直到1839年，荷兰国王威廉一世才在比利时独立问题上做出让步。比利时独立40年后，普鲁士于1870年战胜法国，扫除了统一的障碍。此时，比利时凭借法语区丰富的铁矿资源，完成了工业化。当时斯坦利所著的《穿过黑暗大陆》一书中有关修建铁路、开发富饶的刚果黄金资源的宣传，引起欧洲王公大臣的关注。时任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考虑到比利时国力有限，他便打出了国际开发的旗号。1876年，在他的推动下，成立了国际考察和开发中非协会。不久，该协会又改名为国际刚果协会。国际刚果协会成立后，法国远征军在国协会法国分会名义下，由意大利人布拉柴率领进入刚果。布拉柴之后与当地巴铁克人国王马科科签订了条约。1881年7月，斯坦利率领的比利时远征军赶到马来湖左岸后，立即宣称布拉柴签订的条约无效。斯坦利之后又使马科科国王同他签订了另一份条约，这样便形成了比利时远征军同法国远征军在刚果河下游的尖锐对峙局面。正当两国闹得难解难分之际，葡萄牙对斯坦利占领刚果河出海口提出了抗议。为了调停在非洲的利益，1884年，俾斯麦召集西方列强在德国召开了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利奥波德利用列强间的矛盾，尤其是正在崛起的德国与英法之间的矛盾，频繁进行会外交易，争取到英、法、德等15个国家的同意，将现今刚果民主共和国地区划归他个人所有。由于利奥波德对当地的横征暴敛，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利奥波德于1908年将刚果自由邦交于比利时政府管辖。1914年7月，因为德国和英法的矛盾难以调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战初期，比利时希望保持中立，然而德国为了尽快结束西线的对峙局面，向比利时提出了借道的要求。为了避免遭到英法的清算，比利时拒绝了德国提出的要求。于是，德国于1914年8月3日发动了对比利时的战争。德国仅用21天时间就控制了比利时全境，流亡在外的比利时王室随后站在了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一方。一战最终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的失利而告终。作为战争发起者的德国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惩罚，德国的海外殖民地全部被瓜分。其中，德属东非的卢旺达乌龙地被划给了比利时。除此之外，比利时还获得了德国西部大约850平方公里的土地。德国割让的奥伊彭马尔默迪地区，包括了由德国出资修建的芬邦铁路。战后，德国认定芬邦铁路及其西部的村庄都应归德国所有。1920年3月27日，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组成的边界划定委员会为了削弱德国，宣布芬邦铁路归比利时所有。德国和比利时之间的飞地就此产生。1933年，纳粹上台后，全面开启了军备竞赛，
以收复失地。德国和比利时争议的芬邦铁路就成为纳粹收复的目标之一。1940年5月，希特勒下令进攻比利时。在德国占领期间，有40690名比利时人被杀害，其中一半以上是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比利时人认为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在战争期间与德国合作，因此1951年，利奥波德三世迫于压力将王位传给了儿子博杜安。战后，比利时作为战胜国，重新拥有了芬邦铁路。1949年，因为美苏对抗，美战区、英战区和法战区合并为联邦德国。西德承认了德国与比利时等西部邻国的边境。比利时对于占据的土地进行调整，成立了比利时的德语社群，由此德语成为比利时的官方语言之一。进入20世纪60年代，比利时、西德等6国成立了欧共体。欧共体成立后，德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由于北部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和南部讲法语的瓦隆人之间紧张关系加剧，比利时在70年代开启了联邦化进程。博多安国王通过平息弗拉芒语和法语社区之间的纷争，维护了比利时的统一。1993年7月31日，博多安国王去世，他的弟弟奥尔贝二世继承了比利时王位。20世纪90年代，比利时继续与所谓的语言问题做斗争，一些人甚至开始质疑比利时是否能够或应该保持单一国家地位。进入21世纪，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越来越多地承担起欧盟行政首都的角色，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比利时内部日益分裂的局面。2007年，在6月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弗拉芒基督教民主党未能组建执政联盟，比利时联邦制的存续受到了质疑。经过6个月的政治僵局，比利时国王阿尔贝二世要求看守总理落败的弗拉芒自由民主党领袖维尔霍夫施塔特组建临时政府。2010年，比利时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分裂派政党新联盟党在弗拉芒处于领先地位。该政党终极目的是与南部的法语区彻底决裂。在经历了530天的无政府状态后，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下调了比利时的信用评级。在经过4个月谈判后，米歇尔率领中间偏右联合政府于2014年10月11日宣布就职。米歇尔由此成为比利时自1840年以来最年轻的总理，以及欧盟第一位公开承认同性恋身份的政府首脑。当月晚些时候，烈日城市广场发动了恐怖袭击事件，凶手使用手榴弹和突击步枪杀死了至少3人，并造成数十人受伤。2019年7月，米歇尔当选为欧洲理事会主席，他的继任者索菲·威尔梅斯成为比利时第一位女性总理。